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28号，欢迎来到美股周末漫谈。欢迎大家订阅、转发、评论，让你我的交易之路不再孤单。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因为本周是长周末嘛，周一是假期，所以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休息。因为是周末漫谈，所以我们的节奏会相对来说慢一点。在我进入今天的主要的视频之前，给大家提前说一下，因为马上要到6月份了嘛，下周四就是6月1号了，所以说因为6月开始也是很多人又开始去休假了，那么我也不例外，所以说从6月1号开始，我的频道就会暂时停止更新，那么等我休假回来之后才会继续。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提前打一个招呼。所以说下周的话，因为还有2天，对我来说是5月底嘛，还有2天可以做解盘，那么之后的话就会暂时停止一段时间。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想学习这个理论也好，或者看我之前的视频用来学习的话，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好的，在这里提前做一个预告。那么下周我们需要关注的经济数据还是挺多的。周二有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数据，然后3、4、5的话都是跟就业相关的，尤其是周四的这个 ADP 数据，也就是所谓的小非农数据，以及周五的大非农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6月14号又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的会议了，那么他们这些经济数据的话，他们是非常看重的，所以说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位。那么说一下我的 price action， 主要是基于缠论、波浪理论以及结合一些传统理论，比如说均线、阻力、支撑、通道这些。那么在漫谈的话，我们还是要延续之前的标的，也就是标普指数以及特斯拉。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指数的大周期。现在相对来说，指数也好，特斯拉也好，指数周期图形来说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多空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尾端的一个争夺了。所谓的尾端争夺，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指数现在这是月线这个周期已经突破了 0.5 这个位置，也就是黄金分割的 0.5 的位置。现在下一个位置是在 0.618 这个位置了。所以说，那么就看这个月剩下的1周左右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往上再冲一冲，冲到这个 0.6118 的位置，也就是4300左右。那么在月线上的话，信息给到我们的并不多，我们需要降低周期，利用缠论的区间套的这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更小的周期在最后这一笔，因为最后这一笔是成比的，我们现在就要分析的是这一笔的内部结构。我们只有去看它的更小周期，利用这个区间套的方法，才能知道这里是不是要转折了，还是说它可以继续延续，对吧？你做多的话，你赚的就是延续的钱；你想做空的话，就是要抓拐点，就这么个区别。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利用区间套去看它更小周期的一个原因。好的，其实很多人不太，如果没学过技术分析的话，他可能不知道去分析什么，不知道去看哪些，感觉哎呦这个图形好复杂呀，那我从哪里开始看呢？那么针对我们学过缠论的话，就知道是去分段吃，对吧？你如果利用大周期，这个是作为一个指导的，对吧？它这个下跌结束了，那么它就要上涨了，上涨结束了就要下跌，下跌就是一段一段相连的这么一个操作。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分析这一段。那么单单从一个级别分析这一段的话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降低周期。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上，它的周线上信息给到的就很多了现在。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
它是已经形成了3笔的一个状态，这3笔都是都符合缠论的那个定义要求。那么这3笔组成了周线上的3笔，组成了月线上的一个一笔。那么在周线上来看，那么这一笔就是一个线段，这就是3笔构成一个线段的由来，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递归，3笔递归成一笔。那么它的左侧的话，如果从3491这里断开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左侧是带中枢的一个结构。那么在缠论里面，带一个中枢的一个叫盘整，带2个中枢的话，那么叫趋势。它现在是只带一个中枢，所以说是叫盘整下。那么右面呢，它是不带中枢的，现在它只是一个类中枢，我们管这种叫类中枢，也叫奔走中枢。那么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个中枢，但是呢，它左面这个带中枢的和这个不带中枢的，它俩的级别是相同的，一定要注意，这个级别是相同的，相当于一笔下一笔上，然后还可以延续出来一笔下。所以说，如果从4292、4212这里直接掉头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也就是一笔下对应一笔上，然后再来接着一笔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理论上。所以说你要知道，左面和右面这2个的级别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还要分析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从4212这里想掉头的话，那跟我们在周线上分析的也是一样的。你要分析什么呢？也就是分析从最后这一笔是否结束了，只有这一笔结束了，它才可以掉头。也就是说，它的更小周期调整的够饱满、够充分，它才可以掉头，对吧？也就是说，它的上涨动力没有了。那么我们要分析哪段就很清楚了。我们要分析的就是最后这一笔的内部结构。那么单单从周线上，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比较清晰的这个三角形整理，这个收缩三角形，能够清晰的看到这有这么一个收缩三角形，然后它的出来的它之所以得出这个是用2个高点的连线，然后得到了这个上面的这个压力线，然后下面的几个低点的连线，得到这么一个下面的支撑线，所以说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收缩三角形。但是本周以及上一周的话都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所以说现在期望的是它能够得到了这个支撑线，得到了这个趋势线的一个支撑，然后能够继续往上走。往上走的话，我们还能够看到在周线上有这么一个缺口，这是一个之前在去年有这么一个缺口，不对，是在今年的，我看一下，是在去年的8月份有这么一个周线上的一个跳空缺口。一般周线以上的跳空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能否补上的话，说明了一个强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那么往上走的话，就看它能不能因为现在这个缺口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补上，所以说补上之后再看它的一个位置。好的，那么周线上的话，就关注这个能否延续这个三角形整理的这个支撑力度，继续往上走，然后补缺口。然后呢，就是在月线上，我们刚才看到那个4300那个位置，4300是黄金分割的 0.618 的位置，然后再往上就是4400了，是一个整数关口了。所以说4400跟4400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分析最后这段，我们把它高亮一下。我们现在要分析的就是说这一段在周线上是一笔，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它在日线上是一个什么表达。只有说在日线上它可以结束了的话，那么它才可以掉头。好的，那我们就再降低周期。这是我们之前在解盘的时候经常看的这么一段，它在日线上的话，现在我们也画一下。在日线的话，它也是3笔，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然后在周五是一个大涨的一个状态，但是周五的高点还没有打掉 4212.91 这个点位，如果打掉的话，那就是这个4048的延续。然后我们还需要看什么呢？在日线上的话，这个图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是我把这个图形取消掉，我这样能够清晰的大概说一下，在日线上还需要看什么。
日线上呢，这里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的，然后呢，这个是中枢的进入段，这个是中枢的离开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要做一个比较，也就是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的力度。你这个离开段啊，力度一定要够大，如果力度不够大的话，它还会被拉回这个中枢里面进行中枢震荡。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力度比较，也就是一个扩展器的一个比较。我们演示过很多次怎么使用这个扩展器，我们需要用扩展器来比较这个离开段和进入段它们的力度在哪里。那么我们现在把图形在刚才我画的之前我自己的这些图形再弄出来，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用这个扩展器，也就是这个工具，我们来比较一下刚才说的一个力度。好的，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现在是什么呢？这个是进入段，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这是中枢的潜在的离开段，因为它还没有打出去之后出现一个3买，然后再走，那么才能确认它是离开段。它如果不能出现这种情形的话，还只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离开段。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它现在在什么位置上。那么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它是在 0.618 上面，这是这个离开这段。针对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它是在它的 0.618 的这个位置。那么继续往上走的话，你看它的等比例的位置是在4418这个位置，也就是4400这个整数关口附近。所以说4400、4300就这段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在技术上这个区间是多空需要可能是需要重兵力进行一个短距离交火的那么一个位置。所以说它往上走的话，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目前来看，它还是有延续性的。然后呢，从日线上，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它到了一个 0.618 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看它的那个 MACD 的一个情况，这是 MACD 现在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情况它是在0轴之上，大家看，现在这个是在0轴之上这个快慢线。如果这里能够出现一个类似空中加油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不紧贴着0轴，现在是在空中0轴之上的这个位置，如果能够往上走的话，那么 MACD 如果能够跟随它往上走这个状态的话，那么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好的，那么日线上的话，我们就关注它能否继续往上走。然后这里有一个缺口，跟刚才我们看的周线上看的一样，这里这个缺口要最好能补掉，补掉之后就是4300、4400这么一个关键的位置。那么我们还需要降低周期，还要看，因为它现在在日线上，这里是3比的一个状态，对吧？跟刚才在周线上一样，这是一个最后这一笔，我们需要看它的内部，这就是缠论的叫同构性，也就是说你在周线上可以是最后这段是一个3比的一个构成，然后你最后这一段它如果是周线上这一笔，它在日线上的话又是一个3比的一个构成，这就是它的同构性。这个同构性在自然界中是很多的，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查一下，这个同构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在周线上是一个3比构成，然后最后这一笔在日线上又是一个3比构成，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分析的就是在日线上这最后这一笔它的内部结构。好的，我们也用这个笔给高亮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内部结构，也就是从4048上涨到4212.91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分析这一段的内部结构是否够饱满，调整的够充分，那么只有这样的话它才可能掉头。如果它还有延续性的话，那么它就还会继续涨，就这么个简单的一个原因在背后。那我们再降低周期，来到了1小时周期，也就是我们每天做解盘的时候一个看到的一个东西。那么在1小时周期的话，它有一些特殊性了。为什么有特殊性呢？我们看一下，在4048的话，在1小时周期上，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但是呢，出现这个中枢之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3买，那么到了4212之后，它又出现了一个回踩，也就是一个3比的一个回踩。虽然说第3笔很长，然后从4103之后又一个微转拉了回来。这种情况出现之后，
出现了一个什么变化呢？也就是说1小时的这个周期已经不能够完美的解释最后从4048到4212这段了。也就是说，你如果单从1小时来分析的话，因为它出现了一个300之后，相当于就要从这里断开了，也就意味着从4048到4212是一个线段，那么从4212到4103是一笔，也就是一个线段。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它并没有满足这个条件，大家一定要注意，4048到4212在日线上是一笔，但是41212到4103在日线上并不是一笔，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出现了扩张之后的这个状态，它的上一个周期不是日线，而是4小时。我们来到4小时看一下。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在4小时上一笔上一笔下，它是没有3买和3卖在里面的。所以说1小时周期的上一个级别是4小时周期。所以说这里因为出现了3买的原因，那么你就不能够把这两个混合一谈了。也就是说，它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了，但是并不是跟这个中枢有任何关系的，它是在4小时上进行的一个中枢，它是在4小时上有一个中枢的，它是在4小时上做一个中枢震荡的。这里一定要注意它的两个的级别，这样的级别，它两个级别才是相同的。那么你如果把它混为一谈的话，如果把这个中枢扩展到这面的话，它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是有一个3买的，出现3买之后，这个中枢震荡结束，也就是跟这个3买出现之后，它右面这些跟这个中枢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注意，出现3买之后。出现3买或者3卖之后，意味着中枢震荡结束，也就是说这个周期的中枢震荡结束了，1小时周期的这个1小时的针对这个中枢的中枢震荡结束了，因为它扩张了呀，它变成了4小时延续4小时上面的一个中枢震荡。我们现在回到4小时上看，大家能够看到4小时啊，因为之所以我们在平时解盘的时候不去看4小时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4小时这个周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你可能说是可能是1天或者2天或者2、3天才有一次的进场机会，它的短差机会是不多的，所以说我们看的更多的是1小时的周期。但是按照那个理论分析的话，那么1小时它上一个周期的话是4小时，所以说在4小时上它是有完美的两笔的。然后这里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图形在这里，这是它的中枢的结构。那么现在是我们看一下一共有多少笔，1、2、3、4、5、6、7、8，它现在是8笔。如果能够再回踩一次，那么就会出现4小时上的9笔，它就升级了。升级之后它会继续往上走。所以说，但是现在这个是第8笔。第8笔它是继续往上走呢，还是说要回来呢？我们就看市场怎么演变了。所以说，从4小时上它是有这么一个从3808上来这个，如果你按3808这里是 A0 的话，那么你是这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段，那么这里是这个中枢的离开段，是这样分析的，所以是有这样细微差别的。那么再回到1小时看，1小时上看一下，就是说从4103这里，因为4103这里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是以这里断开，然后它这里是走了3笔的一个状态，那么第3笔的力度，我们当时比较是第3浪比第1浪的力度强，所以说这个4浪反弹，我当时是不要的。那么因为手里有底仓是不怕它涨的，对吧？所以说你涨上去，涨得再高，它还是有回踩的。所以说吃的是这种能够预见到，或者说你认知当中的钱。之前我在视频中也提到过这句，就是说我们做投资，那么赚的钱呢，其实就是你的认知变现。短期来看，真的你有可能是去看一些消息啊，或者说得到一些内幕啊，这个短期有可能是赚钱的。但是如果长期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5年、10年、20年、30年，最终赚钱的只可能是你自己的认知变现。你只可能赚你认知内的钱，你不可能赚到你认知之外的钱。你长期来看真的是这样的，你这个钱是它这个上涨是我认知之外的钱，我是不去赚它的，对吧？它涨得再高的话无所谓，我手里有底仓，我不怕你往上涨。但是
你短线我做机动仓的这个操作是我认知之外的这个钱，那么我是不赚它的，所以说我就不参与这段的上涨。那么我等待的是什么呢？是我认知之内的这个钱。你上涨之后，哎，没问题啊，那我就等你一个弱的反弹，我可以利用黄金分割去测你的回踩的位置，是到了382，还是到了50，还是到了618这个位置？那么这些才是我要进场的位置。所以说，那么你只有知道了你哪些有取舍之后，你才能够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应对。好的，那么在1小时周期的话，因为现在围绕债务上限的这个问题，现在两党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了嘛，所以说它继续往上冲的概率是很高的。我们再到日线上看一下，因为日线上周五是收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阳线嘛，所以说MACD 配合也不错，那么继续往上冲的，那么周二开盘之后继续往上冲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么继续往上冲的话，我们关注的点位也说了，那就是这个。对，我现在做一个那个小结，对这个指数我们看一下每个周期都要关注什么。那么在月线上的话，很清楚有这个黄金分割，上一个位置就是4311.69了，那么就要关注这个，剩下的这个本月剩下的这些时间。周线上的话，就要关注这个缺口4218这个缺口的上沿位置，然后又到了日线上。日线上的话，我们有这个扩展器给到我们去看什么呢？就是这个中枢，然后这个中枢的进入段和中枢的离开段一个比较。然后呢，现在是在这个0.618的这个位置，我们就要关注它能否到等比例上涨的位置，也就是4418这个位置。那么在4418之前，我们又有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位置，然后又有这个4311附近这个0.618这个位置黄金分割在月线上那个周期上，所以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多级别连立起来看，不能够看，虽然我现在看的是日线，但是我知道在月线上哪个关键位置在哪里，所以说你要把这些级别都连立起来来观察来分析，你才能知道为什么到了4311附近它要受阻了呢？因为它在月线上是黄金分割0.618的位置，所以说这就是多级别连立起来的好处。你不要往往是单一个级别去分析的话，很多时候可能会缺失很多东西。好了，那么指数的话，我们就分析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特斯拉，我们也看一下特斯拉的大周期。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月线。我们一看到特斯拉这个月线的话，跟刚才我们看那个指数的话，就会清楚的看到特斯拉相对指数的话是一个很弱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月线上指数已经到了0.5以上这个位置了，那么特斯拉的话连一笔都没有出现，这个反弹连一笔都没有成型，所以说现在看一下，就是说它在月线上已经出现了底分型了，这是明确的。那么就看这个本月剩下这个将近1周的时间能否上冲，然后打掉2月份这个高点，2月份这个高点在217.65，如果能够打掉217.65的话，那么从101.81这个反弹在月线上才成比，所以说我们就期待着看能不能打掉2月份的高点，打到2月份的高点之后，就面临着这个黄金分割的0.618的位置，也就是221.26。所以说上面的位置这个空间，因为2月这个高点离这个0.618的位置还是很近的，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之后，看一下它是否会受阻。那么我们再跟刚才分析的方法一样，我们还是要用到那个区间套的方法，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个101.81反弹的这段它的内部结构，我们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也能够清晰的看到，这段是现在已经有3笔了。那么它的左方呢，如果从101.81断开的话，左边这里跟刚才那个指数是一样的，左边也是一个带中枢的一个盘整下。所以说这个分析方法呀，你标的虽然不同，是指数也好，特斯拉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任何的股票，其实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让我分析这个。我分析那个，其实你要懂了分析方法之后，你分析什么都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这个分析方法，我用在周线上也好，我用在日线上也好，我用在1分钟、5分钟、30分钟，分析方法是一致的，对吧？
所以说你只要懂了这个分析方法之后，你任何的周期都是用的同一套理论，这就是这个缠论厉害的地方。所以说你不论是分析什么，我们都用了同一套理论。它在特斯拉这个周线这个图形上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它左侧是一个盘整下的一个状态，带一个中枢的盘整下。那么右面呢也是一个3比，大家能够很清楚的注意到，它这个又是比那个指数弱了。为什么呢？指数那个3比是打了新高的，这个第3比已经突破了第1比的高点，但是特斯拉这个3比是这样一个状态，它是这么一个弱的，这个还没有突破前面那小高点呢，这是特斯拉的一个状态。但是无论是突破了前高的这种状态，还是这种没有突破前高状态，都可以递归成1比，一定要注意，它们都可以递归成一个线段，3比构成一个线段，第3比不需要超过第1比的高点，这就是缠论定义的。所以说，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左边这个和右边这两个的右边这3比的结构，它们的级别相同，也就是说，它如果现在就从198.6直接掉头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也就是一个1比下、1比上、1比下的一个状态，在它的更大一个周期上面。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不是说这个第3比一定要超过第1比的一个高点才能够递归成线段，不需要的，它不需要出高点也可以一样递归成一个线段，这就是区别。那么能够看到特斯拉是弱的，因为它还没有突破217.65这个位置。如果呀下周如果是从152这里再能往上冲一冲的话，但是又到了这个通道这个上沿的位置的话，如果受阻的话，如果要从这里掉头的话，怎么样呢？那么的话，就从这里就会出现周线上第2个中枢了。那么虽然说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是有接触的，这个低点和这个217.65这里是有高低点有接触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中枢变大了，周线上这个中枢出现了扩张了，那么这个中枢变大了。它从这里理论上从这里往下继续调的话，理论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呢，理论归理论，那么这个实际走势的话，那就要继续每天去跟踪它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到了这里，我们期望的或者说多头期望的是什么的一个情形呢？就是152.37这里能够继续延续，然后这个力度一定要打出去，强势突破这个趋势线，然后呢又针对，因为是算在第3比了嘛，这是第1比，这是第2比，第3比如果针对第1比没有背驰的话，那么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弱势的4浪反弹，然后再出现一个5浪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第3比出去的力度一定要强，如果不够强的话，即使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说101.8这段和第3比如果出现一个等比例的位置的话，我们也用这个扩展器测一下。好的，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个等比例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等比例的位置在这里 268.21 的位置。即使这一笔达到等比例的位置的话，那么也不会，就是说它从这里直接掉头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它还是一个扩张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1比下、1比上、1比下，这个就跟指数一样了，大家能够看到吗？这种状态的话，就是跟刚才我们分析的指数是一个状态了。那么在大周期上，也就是月线上的话，就是1比下、1比上、1比下。所以说你无论到了哪个位置，你如果不能够出现这个强势300，比如到了 1.618 这个位置，那么在一个弱势回踩才能够打破这种状态，那么才有可能继续往上演变，从上面这里出现一个中枢，然后再从这里往上走，才能够改变这个我们在大周期看到的这种3比的这种状态的这种格局。但是呢，走势是一点点演变的，一点点变化的，我们只能够通过这种推演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来分析市场可能走哪种状态。这种不测而测，缠论里面叫不测而测，跟预测是有区别的。预测是什么东西？预测是何时到何价。谁能够预测何时到何价？谁能够预测周2开盘特斯拉收在哪个位置，哪个时间点位收在哪个时间哪个价格？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个的。所以说预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
不测而测的这种推演是有帮助的。那么你往上走往下走，我都能够知道这个可能性在哪里。那么到了什么位置，如果又出现了它的更小周期，出现了受阻，出现了顶分型，这些更多的那个信号给到我们，去帮助我们分析，这个是有用的，对吧？你预测到什么时候到这个位置，到这个价格是任何意义都没有的。所以说预测和我们要做的推演不测而测是有区别的，一定要注意。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周线上，我们刚才分析的挺多了，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后这段152.37上涨这段，它的更小周期。一样的，我们也看一下它的日线上。那么在日线上的话，我们之前在做有一天的盘中快评的时候，我们看过这个图形，它这里有一个通道，然后呢，周五的时候又到了这个通道上沿的位置。我当时说过，你如果在这个通道上沿附近，也就是200均线的时候附近的时候减仓，我说200附近不是说一定要到200，你在200上下一个5%或3%的一个空间，任何位置减仓都是对的，因为你在下边已经进过机动仓，然后这个差价是能做出来的。我们做小级别去做差价的目的是为了降成本啊，对吧？我不是说一定要卖在这个尖上，卖在最高点我才算成功啊，那是不可能的，而且那也太难了。所以说一定是在这个附近任何的位置减仓都是对的。那么你的差价都做出来了，又到了这么一个技术上很关键的位置，200均线又在这里，又是一个通道上沿的位置，没有理由不减仓，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减仓的话，那么你就要怎么说呢？如果它周二开盘之后出现了一个跳空往下走的话，那么你就要承受这个东西，因为你在你的认知里面你是能够接受这个的。如果你不能接受，说明你的操作是错误的，有问题的。好的，那么在日线上的话，我们只能看到这么多。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话，我们就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这段的更小周期，也就是它的1小时周期上。好的，我们通过这个降低周期，我们又来到了1小时周期。这个1小时周期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就是我们每天做解盘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析的这个。那么它在下面有2个中枢，这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所以说造成了这个中枢级别变大了。然后从192.96之后又出现了一波回踩，那么我们当时是一直在等这个位置，它回踩的位置。我们当时用黄金分割测过，又是一个0.018或者0.5的位置，我们再测一下。好的啊，对，一个0.5的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位置，然后出现了一个顶分型，出现了一个1小时周期的这个底分型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场，然后进场之后呢，又在等待它的一个回踩，我们当时又反过来测量它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测量什么呢？测量从192.96到这个低点178的这个反弹的位置。那么当时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进场，然后又在0.618，也就是187附近、188附近减仓的话，是任何问题都没有的，因为你这个差价已经做出来了，对吧？那么周五的这波快涨，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减仓的话也没有问题，因为你手里有底仓啊，你手里是有底仓，你不怕它涨，对不对？所以说它涨得再快，涨得再高，你是没有踏空这一说法的。所以说它涨得再高，你是能吃到这段的。你即使贪一点的话，在192.96之上卖掉的话，那是更好了。你有那个能力能做到那个，你的认知到了这个的话，那是你应得的，对吧？所以说那是任何问题都没有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但是如果你说是涨了之后再去追进去的话，那是有问题的，那是错的。涨了之后追进去的话是有问题的，那是说明你的分析没有到位，你的操作是有问题的，节奏错乱了。那么现在要分析什么呢？因为在周五一个很快的一个往下的下蹲，跟消息面上有一些消息，那么具体的消息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么又出现了1小时周期的这个顶分型了，现在就要关注的是它的回踩位置，对吧？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通过这个黄金分割得到了这个3个位置，那么它回踩到哪个位置都是正确的，回踩到哪个位置都是市场的选择。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只是根据市场的选择来做应对，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等到了这些位置之后，然后我们还要等待我们一直说的底分型，
出现底分型之后才能够触发我们进场。那么底分型只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还要去看这段下跌之后的5分钟、15分钟的更小周期是否够饱满，调整的是否够充分，你才能够决定你是否要进场。如果啪一个这样的那个快的下跌，它在5分钟、15分钟上面根本都没有中枢，根本都没有调整，那你肯定不进呢，对不对？那么这是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对吧？不是说了它一个快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底分型，你就要进呢。我只是说底分型是一个触发条件，而不是必须条件，对不对？而不是唯一条件。所以说，出现了底分型，只是帮助你要开始关注了，那可能要掉头了。要给你做提醒了，而不是说出现底分型它就一定立刻要掉头，它可以说是出现一个底分型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中继底分型，再继续往下跌，然后从这里再出现一个，还可以打掉，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可能到这里才出现一个真正的一个底分型，它可以连续出现中继，到这里才出现一个真正的底分型，这都没有问题的，这都是市场的选择呀。所以说我们出现底分型只是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出现变化了。你如果能够有能力去做编程或者怎么样的话，那完全可以做设计中这些程序去做程序交易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条件在里面。好的，我们对特斯拉也做一个总结。特斯拉在月线上的话，我们看一下，因为它比较弱，反弹还没有成比，还没有到0.018的位置。如果本月剩下的时间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就要关注2月份这个高点的位置能否突破2月份的高点之后出现顶分型，出现月线反弹的一笔。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我们也继续看一下，周线上有这么一个通道的一个位置，对吧？有这么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通道。那么到了通道上沿的位置的话，我们要关注是否受阻了。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扩展器来帮助我们分析什么呢？就是如果上升到0.618的这个位置是在233.96，也就是224附近的话，是一个关键的位置。那么再往上走就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268这个位置。所以说它如果继续往上走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这第3笔会停在哪个位置。停在哪个位置的话，都有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帮助我们来分析。那又到日线上了，日线上的话，我们再看还是一样的，也是有这么一个通道。那么通道现在已经在通道的上沿的位置，又在200均线的这么一个附近，所以说它如果不能够很有力度的往上走的话，那么往回吐、往下蹲是大概率的一个状况。那么大概它要往回蹲的话，我们就用黄金分割，可以在日线上就去测一下它的位置，也能这样测量，也是3个位置给到我们。如果比如说到了0.018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又在这个通道的中轨的位置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也可以回踩，然后再期望它能够继续这样往上走。那么再到小时的周期的话，也是一样，小时周期，那么下周延续它一个下蹲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么如果下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就去关注这几个位置。因为在周五我做的盘中快评的时候说过，因为下面这个周期是变大了嘛，它是2个中枢有接触之后，它的级别变大了。那么这个回踩2次是针对下面这个中枢的话是一个300的位置，那么它还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那就关注它回踩的回踩的第2个位置，然后通过这3个点位给到我们什么位置可以进场。好的，那么我们周末漫谈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